迪丽热巴在新疆根本不算美女。大家是不是都听过，在新疆3步一个古力娜扎，5步一个迪丽热巴？最近我的视频下面也有很多人说，新疆到处都是美女，迪丽热巴在新疆根本不算美女。我承认，新疆美女可能是相对多了一点点，但是迪丽热巴绝对是新疆顶尖的美女，都不用说她的穿着和造型，就纯素颜去比较，她大大的眼睛、高挺的鼻梁、精致的五官比例，几乎都是无可挑剔的。我虽然也有，但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另外，她的身材也是无敌，而且一直保持得非常好，不光是天生丽质，后天还很努力。最重要的，她的性格和人品都非常好，出席各种活动，一些小细节都能体现得出来。热巴一出道，我就是她忠实的粉丝，谁说她不美，就是说我不美，我都会拿小本子记上。记住哦，新疆很美，人美，景也美，不是都美，但大多都美。国家正在秘密培养一批高精尖人才，看这一批是南极科考队潜力队员，这个是全新的鬼步舞者，这个是潜雪运动员，这一批是预备役，个个都是当班长的好苗子。从这2天看来，东北的雪已经封了，这像自然灾害似的下雪，让人有点服啊。新疆的雪相对温和，但有些地方也是从每年10月到第2年5月，整整7个月被白雪覆盖的。今天我们说几件下雪天一定要注意的事儿，关键时刻能保命。第一，如果是大雪天，家人出去应酬，一定要盯着他回到家才能睡，不然有可能人第2天就成冰雕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第二，大雪过后走路要远离建筑物，很多房檐上是有凶器的，这冰锥很锋利，就算没有冰锥，遇到房顶的雪崩也是常事儿。第三，旗杆可不是甜的，如果你想变成旗，那你就试试吧。第四，车在室外，车门经过一夜，真可能会被冻住，有时候雪夹杂着雨下来，车表面可能被冻上一层冰，想开门得一点点敲。还有一种情况是，车辆行驶的时候开着空调，车内温度高，下车后被雪覆盖，车内外温差导致雪融化，也会把车门冻上。这种情况可以在停车后打开所有车门，让车内热气散去，平衡温差。第五，千万别主动有打雪仗的想法，更不要尝试着拿雪球向别人丢出去。如果真的打起来了，别倒下；如果倒下了，记住正面朝上，别问为什么。那个地方山水美，景色浅又浅，最美丽的山水就在咱心。胡姬舞得再快一些，胡姬舞得再快些。这李白口中的胡姬是什么意思？实际上是指胡人酒店中的卖酒女孩，就是餐厅销售代表。这李白口中的舞便是胡旋舞，有节目表演，酒的销量自然就上来了。李白的意思便是让会才艺表演的销售代表再来一段。放心，电影能演出来就肯定不是什么贬义词。这胡人在唐朝泛指北方和西北地区的游牧群体，是一个统称。胡旋舞在唐代可谓是非常风靡，当年的春晚那必定是胡旋舞开场，胡旋舞压轴。咱这个视频点赞过10万，胡旋舞我给大家来一段。胡旋舞源于西域，节拍鲜明，奔腾欢快，多旋转蹬踏，故名胡旋舞。唐开元年间，西域胡旋舞流入大唐，瞬间在唐朝宫廷流行开来，并呈现在敦煌莫高窟壁画中。之后，胡旋舞在唐朝50余年盛行不衰。白居易在《新乐府胡旋女》中写道：“胡旋女，胡旋女，心应旋，手应鼓，旋舞一生双袖举，回旋飘摇转蓬舞。”谁要再说这是刀削面舞，我给谁急？嗨呀，西马代西，在新疆这个拥有广阔草原、高山峡谷、美丽富饶的地方，怎么能少得了舞蹈呢？那今天就教大家跳新疆舞。大家都知道新疆人是能歌善舞的，我们吃饭聚会的时候不吹牛不喝酒就跳舞。其实新疆舞是特别简单的，有几个核心动作，只要你掌握了，一学就会。女生的几个核心动作，第一个翻手腕，1、2、3、4，
注意手心是往外翻的。第二个动作是摆手臂，1、2、3、4，注意一直看着手。第三个动作是扭脖子，1、2、3、4，注意身体不动，脖子动就行。男生的第一个动作是敬礼，1、2、3、4、5、6、7、8。第二个动作是摸头，1、2、3、4、5、6。你学会了吗？特别简单是吧？如果你还没学会，我有一个大哥，他教的特别好。男人有的是没钱讲话没有？这数就在下，什么意思懂不懂？出钱，我有钱，我有房子，我还有葡萄园，还有拖拉机，然后看见女人这个眉毛动一动，嫁给我吧。女孩子要怎么办？我爸爸不同意，我妈妈也不同意，那我也不同意。这个动作等等看，什么意思？考虑考虑。嗨呀，熊娃的，今天给大家录一个特别有用又特别没有用的视频。今天教大家几个非常常用的维吾尔语。如果你以后想来新疆，肯定是特别有用。但是我教你，你基本上也学不会，所以也没啥大用。那现在点赞关注，我们正式开始。先来最简单的。如果你来新疆，那肯定是3步遇到第一扎巴，5步遇到布丁纳扎。你可以上前打招呼，说 Yaxşımo adaş， 这2个词儿是不是很熟？ Yaxşımo 是你好的意思， adaş 是朋友的意思。来，跟我一起读 Yaxşımo adaş， Yaxşımo adaş。打完招呼总不能直接要微信吧？你得问问路啥的吧？如果他帮了你，你要说 Rahmat 谢谢的意思。来，跟我一起说 Rahmat Rahmat。谢完之后，你是不是要夸他一下？对他说 Siz pek güzel， 是你很美的意思。来，跟我一起读 Siz pek güzel， 你很美。这个时候他肯定特别高兴，你就可以更进一步了，对他说 Ben sizi yaxşı görürüm， 是我喜欢你的意思。来，跟我一起读 Ben sizi yaxşı görürüm， 我喜欢你。如果你被拒绝了，记得要做一个绅士哦，说一句 Haba bulmam， 对不起。来，跟我一起读 Haba bulmam， 最后说一句 Hoş， 再见的意思 Hoş。如果你也喜欢新疆，苹果经济出现了销量低于预期的情况，价格也是出现了新低。但是我认为苹果的品质还是很好的，特别是我们新疆的阿克苏冰糖型苹果，深受新老客户的喜爱。阿克苏冰糖型苹果每年11月份采摘，日照时间长，让苹果甜度达到了18，昼夜温差大，经过3次霜降，让苹果形成了天然的冰糖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成就了阿克苏冰糖型苹果天然的生长环境，让您能吃得到小时候苹果的味道，而且还更甜。再有1个月，可能就很难买得到正宗的阿克苏冰糖心了。没有吃过的一定要试试哦。市面上销售的葡萄基本都打过药。上一期我们讲到了葡萄会打什么药，一般会打起变药。今天我们讲讲葡萄应该怎么选，什么样的不能买。第一，违规施用或超量施用药物的葡萄最好别选。葡萄打药超标会出现几种现象：一、葡萄梗粗大，葡萄也比同品种葡萄大更多，这可能就是膨大剂超标导致的；二、畸形果，看上去就不太健康的样子，这种有一定的概率是无合剂用多导致的；三、葡萄是空心的，正常的葡萄是不会出现空心的情况的；四、葡萄颜色出奇的一致，特别漂亮，每一个都长得一样，这也有可能是用药过多导致的。总结一下，就是要选那些看上去不是那么完美的，大小不太一样的，颜色不太一样的，但也不能有伤残。当然，这是概率事件，以上说的情况都是大概率是这样的，并不代表好看的葡萄一定是农药超标的。
第二，怎么选甜葡萄？要尝一下一串葡萄最下边的那一颗，葡萄是由上至下成熟的，最下面的那一颗甜，一串基本上都甜。今天我们聊一个敏感话题，现在葡萄陆续上市，那葡萄到底打不打药？到底要打多少遍药？葡萄还能不能吃？作为一个科普博主，我今天客观描述事实，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第一，肯定的告诉大家，现在市面上购买的葡萄大多数是打过药的，没打过药的是什么样呢？是这样的，大小不一致，颜色也不一致。第二，要打多少遍药？都是什么药？近期网上有传言说葡萄要打40多遍药，从目前的新疆吐鲁番产地的葡萄来看，是不会打那么多的。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农药就是农作物的药，像人生病了要吃药是一个道理。农药不是越多越好，打多了反而会让葡萄畸形，那就更卖不上好价钱了。何况农药也是要花钱的，起到了一定作用就可以了。谁没事天天打药玩呢？就像人也不会没病天天吃药一个道理。具体打多少，一般是根据生长的情况来定的。我了解到的情况，打7、8次就差不多了。病虫害比较多的年份，可能要到10几次。其他产地的我不太了解，但是应该不会差太多。第三，都会打什么药？一般情况下会有膨大剂、杀虫剂等等。最关键的问题来了，这还能吃吗？对人体有没有害呢？我们要面对一个事实，现在所有的农作物有几个不打药的呢？如果真的什么药都不打，有可能1年下来颗粒无收。就像人生病了，你说是硬扛好呢，还是吃一些对症药物好呢？一样的道理，蔬菜水果有病也得治。还有一点，我国目前批准的农药基本都是微毒、低毒的，剧毒的农药基本是买不到了。而且目前这些药物的残留期一般是7天到15天，到大家手里也就消耗的差不多了。另外，关于膨大剂等植物激素，目前能查到的文献是没有证明对人体是有害的，相关的动物实验也都没问题。现在只能是根据已有的资料判断。我个人意见是，葡萄可以吃，不放心的可以多清洗几遍。如果有农药就不能吃了，那基本上所有的蔬菜水果都别吃了。关注我，下一期我们讲讲怎么判断葡萄打药超标，如何选好的葡萄。你知道中国最美的秋天在哪里吗？如果世间有童话，那一定是在这里发生。现在点个赞，关注我，来新疆找小谷，我带你看看中国的最美秋天。喀纳斯位于新疆的最北端，阿勒泰地区被誉为神的后花园。夏去秋来，山间的西伯利亚落叶松和白桦树满目金黄，伴着月亮湾、卧龙湾、神仙湾翡翠般的湖面，加上轻纱般的晨雾，置身其中如入仙境。不远处的禾木，金黄色的白桦林，袅袅炊烟的小木屋，小桥流水贯穿其中。秋风起，山河不变，草木依旧。在这里的清晨看一次日出，仿佛一切都能重新开始。9月下旬是喀纳斯最佳的观景时间，叶子大部分已变成金黄。到了10月，这里就开始下雪了，落叶也开始飘舞了。如果你也喜欢美景，或者喜欢新疆，或者喜欢秋天，都可以过来看看。关注我哟。日本和韩国有一种奢侈品。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 Every word I move so descriptive like an adjective. I got a vendetta against people who patented being negative when you should be getting after it. I got facts over tracks, this and that. Spitting slow, spitting fast. I could roast, I could gas. Think I'm okay at last, but I don't know if that can erase all the past. And the pettiness, a reflection of the emptiness. Hilarious, you think you're worth my time, you're delirious. Mysterious, because you hide behind a fake exterior. Inferior, you know I'll always be a bit superior. Get off of me, this ain't no humble brag. I want you to hear words, you can say them back. I want you
to feel free. 甜瓜和西瓜研究的一生。那个时候，中国大多数的西瓜都是皮厚、白瓤、不甜，产量还低。吴明珠在上世纪60年代先后跑了新疆300多个生产队，收集数百份资料，整理出了44个甜瓜、西瓜的品种，开始培育新的瓜种。经过了数十年的努力，他还先后培育出来红心脆、含笑、郁金香、麒麟、巴萨尔斯等数十种西瓜、甜瓜品种，奉献了自己一生的时间，真正让国人实现了西瓜自由。直至2017年，87岁的吴明珠奶奶因阿尔兹海默症退休，告别了瓜地。如今她已经93岁了，虽然生病让她的记忆衰退，但她依然能清晰地说出：“我的人生就是想多结几个瓜，把瓜的甘甜献给人民。”让我们一起给吴明珠奶奶点个赞吧。新疆的棉花丰收了，那我手中的就是新疆的长绒棉。为什么有些坏蛋要想尽办法抵制我们的新疆长绒棉？什么是长绒棉？新疆的棉花又为什么好？点个赞，关注我。今天我们详细讲一讲，我国是世界第1大产棉国，其次是印度和美国。注意啦，这美国是世界第1棉花出口国。由于新疆棉花近些年产量越来越高，品质越来越好，有人就坐不住了，总觉得损人就能利己，因此就无所不用其极，开始编鬼故事，说什么强迫劳动。妥哇，我们小时候集体去地里采棉花是最开心的事儿，这理由还有人信。古人云：“你快长一点脑子吧。”新疆长绒棉因纤维较长而得名，其纤维长度一般大于33毫米，最长可以达到60到70毫米，是普通棉花的1.5倍。长绒棉制品的特点是柔软舒适、透气性好、保暖性好、安全健康。棉花是喜光植物的典型代表，而新疆日照时间充足，产量高，占全国棉花产量的90%。棉花的采摘期只有40天左右，每年9月到10月期间，如果不及时采摘，就会出现棉桃落地的情况。以前都是人工采摘，由于新疆地多人少，就会出现幸福的烦恼，人手不够用。现在采棉机已经普及，看这台就是采棉机，每年9、10月份就会有数万采棉大军赶赴新疆采棉的壮观景象。今年的棉花已经采摘差不多了，希望棉农能卖个好价钱，有需要的老板来新100年历程，岁月峥嵘，你我生育华夏，生育盛世，全国民族团结，祖国繁荣昌盛。我在新疆祝党的102岁华诞生日快乐！新疆的网红小狐狸被 PUA 了。近日，在新疆，一位朋友面对车外乞讨的小狐狸说：“没有吃的，你得自己捕捉，要努力，靠自己生存。”有人就在评论区说：“不给吃就不给，还 PUA 这个小狐狸。”但实际上，这位朋友的做法是对的。很多小动物确实不能依靠人类生存。有一个不好的消息，这个网红小狐狸已经死了。根据动物专家推断，这主要是由于吃了太多人类投喂的火腿肠或者是一些饼干、面包等零食，这些食物里面含有高糖高盐，小狐狸吃了会造成肾衰竭，慢慢导致尾巴掉毛、褪色，甚至死亡。有些朋友说，那投喂生肉可以吗？其实也是不行的。小狐狸的食谱要想营养均衡，是需要吃一些完整的老鼠、兔子和一些小动物的皮毛、骨骼、内脏、肉，这些都需要吃一些，才能满足它们的需求，不是吃饱了就行。大家投喂野生小
小动物其实都是出于好心，但有时候却因为好心害死了它们。希望大家也多多转发这个视频，让更多的人看到，外出游玩遇到野生小动物，远远的看看就好了，不要投喂，更不要近距离抚摸它们，因为野生动物身上有很多寄生虫和细菌，对大家也是不好的。居然有人说我不会弹舌，都塔塔塔拉玛塔平时你看到的古力娜扎、迪丽热巴都不是他们的全名，那他们的全名是什么呢？迪丽热巴的全名是迪丽热巴·迪丽穆拉提，意思就是心爱的美人。古力娜扎的全名是古力娜扎尔·白哈提亚尔，意思就是花儿一样的美貌。哈尼科兹的全名是哈尼科兹·伍曼尔，是小公主的意思。尼格买提的全名是尼格买提·热合曼，意思就是一顿美食。我们的名字都有很美好的寓意，这也正是为什么你看到的那么多维吾尔族姑娘的名字里面都有古丽。古丽翻译过来就是花儿的意思，象征着美丽、漂亮、受人欢迎。但直接叫古丽也是不对的，因为一般古丽不会单独用，前后都会加一些其他的字，如果太长记不住。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见到新疆人你都可以叫嗨阿达